澳元现在真的疯了，就在刚刚，澳洲央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宣布加息25个基点，把基准利率直接推到了 3.85%， 这是澳洲这2年多来的第一次加息。消息一出，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汇率线直接拉出了一根大阳线，澳元对美元瞬间冲破了 0.7 这个16个月来都没动过的关口，对人民币更是疯狂拉升，现在价格已经在 4.87 左右徘徊，眼看着就要逼近5块钱的大关了。很多人看到这根绿线激动的不行，觉得澳洲经济要起飞了，或者觉得自己手里的资产升值了，但我现在坐在镜头前，心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因为在我的眼里不是财富增长的信号，而是全球资金正在疯狂逃离高风险市场，寻找最后避风港的求救信号。听我一句，先别急住换汇，也别急着去银行排队买什么理财，如果你只看到了这根上涨的红线，那你只看到了第一层，而我今天要在这条片子里带你看透接下来3年的财富底层逻辑。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澳元走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坏消息，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全球恐慌，以及最关键的，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局势里，我们该怎么布局才能保住钱包，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片尾我会送大家一个关于未来3年现金流布局的 bonus， 那是我自己这几年应对危机的压箱底思维。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正题。首先，我们要戳破一个巨大的泡沫幻想，那就是澳元强并不代表澳洲经济强。现在新闻都在吹澳洲通胀顽固，央行态度强硬，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借口，真正的核心是美国和中国这2个超级引擎现在发出的声音都让人心慌。这让我想起2011年，我在悉尼亲历了澳元对美元涨到 1.1 的疯狂年代，那时候街上的人个个觉得自己是世界首富，去美国旅游像去菜市场一样不看价钱，大家疯狂买房买车，觉得好日子没头。结果呢，短短几年澳元就跌回了 0.6 几，那些在高位加杠杆的人现在骨头都找不到了。现在2026年的这个味道和当年太像了，但环境更危险，因为现在全球资金把澳洲当成了一个物资防空洞，大家不是因为爱澳洲才买澳元，而是因为外面太乱了，美股高处不胜寒，新兴市场摇摇欲坠，大家手里拿着电子代码觉得不踏实，所以纷纷躲进澳洲这个满地都是矿、能源和粮食的国家。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御性替代，就像一条街上最大的夜总会住火了，客人都涌进对面卖盒饭的小店，小店生意爆火，不是因为盒饭好吃，是因为大家没地方躲。这种被动升值的痛苦，只有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才懂。大家要明白，澳洲央行刚刚宣布加息后，虽然澳洲本地的媒体都在狂欢，说这是为了对抗顽固的通胀，展现了央行的决心，但我看住身边那些攻防的朋友，个个脸色比苦瓜还难看。你想想看，这不是普通的数字游戏，这是一个直接从你碗里抢肉吃的过程。如果你手里有个60万澳币的房贷，刚刚这一家，你每个月就要多给银行90块钱。如果你的贷款是100万，那就是160块。这还仅仅是这一次加息的影响，如果你把过去2年累积的加息成本算进去，很多澳洲家庭每个月雷打不动要多掏1-2千刀给银行。这就是我说的被动升值的痛苦。你的澳元虽然变值钱了，但你手里的购买力却萎缩了。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老张，他在墨尔本做红酒和牛肉出口生意，主打国内市场。刚刚我们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说，汇率冲向 4.87， 甚至逼近5块钱，对他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国内的客户直接跟他说，现在澳洲红酒太贵了，同样的价钱我可以买到更好年份的智利酒或者法国酒。老张现在面临一个两难，不降价就没订单，降价就没利润，这就是澳洲经济现在的缩影。虽然汇率看着光鲜亮丽，但实体经济却在滴血。这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无利润的繁荣。大家表面上资产数字在涨，但日子却越过越紧。对于留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更是扎心。原本算好的预算，因为这波汇率暴涨，1年的学费生活费可能要平白无故多出好几万人民币。这种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没办法用数据来衡量的。很多人问我，既然这么痛苦，为什么资金还要往澳元里钻？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全球的大佬们现在害怕的不是澳洲加息，他们害怕的是美国那边的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害怕的是全球经济陷入那种物价飞涨但经济不动的智障泥潭。所以他们宁愿忍受澳洲的高利息和高汇率，也要买入澳洲的资源保障。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这说明大环境已经不稳到大家要开始抢物资、抢资源国货币的地步了。你现在看到 4.87 或者5块钱的汇率，那是因为大资金在逃命，如果你这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冲进去接盘，你接住的可能不是财富，而是大资本抛出来的救生圈，他们上岸了，你却被套在了高位。而且最诡异的是，澳洲现在的通胀非常顽固，就像贴在鞋底的口香糖，怎么甩都甩不掉。这意味着刚刚的加息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市场现在甚至在赌5月份还会再加一次到 4.1%。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澳洲的房市和消费市场将会迎来一场真正的寒冬。我们要看懂这场汇率游戏的深层次逻辑，就不得不提到现在2026年最诡异的国际局势，也就是澳洲作为一个资源国，如何在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巨人中间走钢丝。刚刚我提到的澳元冲向 0.7 甚至逼近5块钱，背后其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那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犹豫不决和中国需求结构的剧烈调整。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美国看，如果美国为了保住经济开始降息，而澳洲因为刚刚宣布的这25个基点的加息而反其道而行，这两国之间的利差就会像磁铁一样，把全球原本趴在美债里的避险资金全部吸到澳洲来。这种利差诱惑让澳元变成了一种带有高收益性质的另类避险货币，但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这种上涨是极其脆弱的，它不取决于澳洲生产了多少东西，而取决于美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认怂降息。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澳洲最大的客户，现在的态度也非常微妙。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关于铁矿石、液化天然气的贸易谈判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中国的基建需求稍微缓一缓，或者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减少对澳洲资源的依赖，澳元这根支柱就会瞬间崩塌。而且别忘了2026年还是澳洲的大选年，政治斗争往往会成为汇率的黑天鹅。执政党为了在大选前稳住民心，可能会出台更多激进的财政政策，这在短时间内会推高消费和通胀，逼着澳洲央行不得不像刚刚那样继续加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政治博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成本被无限拉高。你以为汇率高了是你赚了，其实是你生存的门槛变高了。我有个在悉尼做地产开发的朋友，他最近每天都焦虑的睡不住觉。他跟我说，汇率涨了导致海外买家的门槛高了，而利息涨了导致本地买家的贷款额度缩水了。现在两头堵，他的建案几乎停摆。这就是2026年最真实的社会心理，大家都处在一种看住账面财富涨，心里却慌得要命的矛盾状态。这种焦虑感会随着2026年下半年的临近而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大家都在猜这波加息潮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是停在 3.85%， 还是冲向 4.1% 甚至更高。大资金现在在逃命，他们看重的是澳洲的避风港属性，但他们随时会撤退。一旦全球经济出现哪怕一点点企稳的迹象，这些流窜的热钱就会像潮水一样撤离澳洲，留下我们这些在高位换了澳元、买了房子的人在沙滩上发呆。说完这些宏观的夹击，我们得聊点最实际的，那就是在2026年这个澳元冲 0.7， 人民币汇率逼近5块钱的特殊节点。如果你手里有钱，到底该怎么动才不会成为那个被收割的韭菜？刚刚澳洲央行这一加息，其实是把所有的投资逻辑都推倒重来了。大家要记住一个心理学规律，当所有人都在为汇率上涨而兴奋的时候，往往就是风险最急剧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人民币，想换澳元来读书或者移民，我最真心的建议就是分批冷静，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刚刚这一波大阳线就吓得一次性把几年的学费都换了。因为 4.87 到5块钱这个区间是澳洲出口经济的生死线，澳洲政府和企业是不可能长期忍受这么高的汇率的。一旦出口数据难看，政治压力就会逼着央行转向，到时候汇率回调的速度会让你怀疑人生。所以换汇要像挤牙膏一样，分小额、分时段，把成本摊平才是2026年最稳的策略。而如果你是身在澳洲赚澳元花澳元的本地朋友，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去看股票，而是去重新审视你的现金流。刚刚加息到 3.85%， 意味着澳洲的各大银行，像是 CBA 或者 Macquarie， 马上就会推出更高利息的定期存款 Term Deposit。 在2026年这种动荡年份，能拿个 5% 左右的无风险收益，这其实已经赢过了大部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保守，但你要明白，当大环境在杀估值的时候，保住本金就是最大的盈利。还有很多人问我房产，我跟你们说个大实话，2026年的澳洲房产已经不是闭眼买的时代了。
刚刚的加息对那些负债率高的开发商简直是致命打击。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建案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延期甚至烂尾。所以如果你今年要买房，一定要盯着那些已经盖好的现房或者现金流极其强大的大型开发商，避开那些花哨的预售计划。这不是在买房子，这是在买你的余生安稳。至于股市，避开那些依赖高杠杆的科技股，转向那些必需消费品，像是超市、保险，甚至是资源类的龙头。因为不管汇率怎么跳，澳洲的矿和粮食永远是全球的刚需。这就是我说的财富重新洗牌。2026年不是比谁赚得多，是比谁活得久。我身边有个做进出口的朋友，他去年就开始缩减规模，把资金全部撤回做流动性对冲。他昨天跟我说，他现在每天睡得特别香，因为他不再赌澳元会涨到多少，他赌的是波动，只要有波动他就有生存空间。这种心态才是我们普通人在2026年最需要的。不要试图去战胜市场，要学会跟住市场的节奏去跳舞，哪怕这支舞是在钢丝上跳的，也要保持节奏不乱。在进入最后的实操清单之前，我必须跟你们分享一个90%的投资者都没看透的真相，这就是银行的利差收割和你的锚定效应。刚刚澳洲央行加息到 3.85%， 你是不是觉得把钱放进银行定存 term deposit 拿个 5% 就稳赢了？但我告诉你，这正是银行最想让你掉进去的温柔乡。你要明白，银行之所以愿意给你 5%， 是因为他们预判未来的资金成本会更高，或者他们能利用你的这笔钱在市场上赚到 8% 甚至 10% 的利差。这意味着当你觉得自己在赚利息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把宝贵的机会成本廉价卖给了银行。在2026年这种高波动年份，现金的流动性比那 5% 的死利息要值钱得多。千万不要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大笔资金锁死半年1年，否则一旦真正的黄金坑出现，你只能看住账户里的定期存款叹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就是心理学上的锚定效应。很多朋友现在看住 4.87 的汇率觉得贵，是因为你们心里锚定了2年前 4.5 甚至 4.3 的价格，你们总想着等它跌回去再换，结果越等越高，最后在接近5块钱的时候因为恐慌而被迫梭哈。这就是典型的散户心理，投资不是看它以前多少钱，而是看它未来值多少钱。我认识一个老股民，他去年在澳元 4.6 的时候死活不换，非要等 4.4， 结果现在 4.87 了，他急得每天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冲。这就是被心理幽灵给困住了。2026年的财富法则只有一条，不要跟趋势作对，更不要跟自己的情绪赌气。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在这种大震荡中不是亏在技术上，而是亏在不甘心和小聪明上。刚刚这一波加息，其实是澳洲央行在帮大资本完成最后的财富转移。如果你还在用旧思维去思考2026年的市场，你就是那个最后买单的人。所以在看我的避险清单之前，请你先给自己的大脑做个系统重装，忘掉过去的汇率，忘掉那点定存利息，用一种全局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你手里的每一分钱。聊了这么多宏观局势、加息痛苦，还有那些实体经济的挣扎，我们最后要谈的是最核心的心理博弈，也是我想送给大家的终极 bonus 建议。面对2026年这种澳元冲 0.7 对人民币逼近5块钱的疯狂行情，你需要的不是一张涨跌预测图，而是一套生活与投资的对冲方案。很多人问我说，汇率涨了，生活成本变高了怎么办？我建议你现在要在你的投资组合里留出至少一小部分去配置那些跟通胀正相关的资产，比如澳洲本地的能源股、基础设施基金，甚至是小比例的实物黄金。这就是一种心理对冲。如果澳元继续涨，物价继续飙，你的投资收益会帮你付掉上涨的房贷和学费。如果澳元跌了，通胀下去了，虽然股票可能稍微套一点，但你的生活压力变小了。这种两头都在赢的心态，才是你在2026年保持清醒、不被收割的底气。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其实只是一部分，关于这波加息后澳洲哪些特定区域的房产绝对不能碰，以及有哪几个冷门收息代码能帮你跑赢这 3.85% 的基准利率。我手头整理了一份详细的2026避险资产清单，里面全是我这几个月跟澳洲本地理财师交流出来的钱货。这份清单我原本是打算留给私教课学员的，但今天这条视频如果大家反应热烈，我打算拿出来免费公开，只要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留言超过100个想看清单，我就立马录制下一集，把具体的代码、进场时机，还有那几个澳洲房产黑名单，通通拍出来分享给大家。我是认真的，如果大家真的想在2026年逆流而上，
我也愿意把压箱底的东西掏出来。最后，我必须要严肃的提醒大家，今天我讲的所有内容，包括数据分析、生活实例和趋势预判，纯粹是我个人的观察分享，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2026年的局势更是充满变数，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独立评估，毕竟你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盈亏自负。在结束之前，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万美金的闲钱，面对现在4.87的澳元，你会选择现在进场交学费买房，还是再等它跌一跌？欢迎在评论区大胆说出你的看法，我也会在下面跟大家交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分析对你有启发，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把这条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正在为房贷、换汇烦恼的朋友。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赶紧关注并开启小铃铛，那份避险清单只要留言够多，我马上就安排。这里是赚钱角度，感谢大家陪我聊到最后，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